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。现在已经到这个布达拉宫门口售票处了，那个观景台也是我们之前来的时候来过的。人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多，可以看到前来朝拜的人非常的多。不知道现在这么多人来布达拉宫参观，是否跟布达拉宫的冬季免票有关呢？从2019年10月15号开始，到来年的3月15号，西藏自治区政府实施东游西藏的优惠政策，布达拉宫可以当天预约免费参观。要知道，布达拉宫的门票在旺季可是200元一张，而且很可能因为游客多而预约不到呢。现在已经过了安检，过完安检之后，已经正式来到了布达拉宫的脚底下，马上就能上去了。这边考虑租一个语音导游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游览路线，从圆满汇集道一路向上，再通过白宫东大门踏入德央夏广场，随后进到白宫，在中间的重重宫殿中参观一圈后，最后从后门下山。这也应该是绝大部分游客的游览路线了。我们已经过了检票口，现在要往布达拉宫里面爬了。这个左边的碑就是无字碑，是在17世纪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立了一个碑。这条看似平淡无奇的石板路被称为圆满汇集道，寓意着当你爬完这些台阶，所有的圆满就汇集到你身上了。这1300多年以来，有多少达赖、贵族、僧侣、信众和游客走过这条通往布达拉宫的路呢？他们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，用双脚来丈量这900多级台阶的呢？据说布达拉宫的所有围墙都有一些淡淡的奶香味儿，因为宫墙的表层涂料中含有一些牦牛奶和蜂蜜的成分。而且布达拉宫的外墙每年会粉刷一次，据说是天然颜料加牛骨胶混合后做成的涂料粉刷的。我们也看到过布达拉宫管理处发布的文章，表示感谢大家捐赠粉刷白灰所需的牛奶、奶粉、蜂蜜、白砂糖以及藏红花等材料。然而实践证明，过多的掺入上述材料会使传统白灰涂料失去原有的光泽，且腐化变质，尤其是雨季季节，加速了墙体白灰大面积脱落，极大地影响了布达拉宫的美观和墙体建筑的安全。这也算是给我们这种外行普及了一下知识，哈哈。哇，真的是要慢慢爬，我这刚才一口气爬上来，现在是喘，除了喘还是喘。据了解呢，这个广场呢是每年的12月，达赖会带着官员在这下面观看，所谓叫什么跳绳比赛，我也不知道是跳的什么绳。由于白宫和红宫不允许拍摄，所以我们也就没有留下影像记录。从宫殿里面出来，也可以给大家说说感受了。白宫里面过道不宽，房间也普遍不大，但数量很多。
共有各代达赖金身的房间却又是另一番光景。房间一般都极高，而且很大。虽说过道依然比较窄，但气势比起普通的房间是完全不同的。达赖办公的场所和起居的屋子大概也和大家想象的完全不同，十分的朴素，就是那种要是不跟你说的话，你肯定认不出来的类型。还值得一提的就是宫殿里面的佛像了。据说布达拉宫里面最不值钱的就是各种纯金物品，而各种宝石镶嵌的手工艺品才是稀世珍宝。那个亭子也挺有讲究的，这底下这整个坛子潭水是有5000多平方米，中间有一个小岛，现在可能被树挡着了，从上面看应该更清楚一些。中间那个小岛也有1000多平方米，中间有一个亭子，那个亭子顶端还有供奉有一尊佛像，然后还是达赖喇嘛的一个寝宫，待会儿也可以下去那个公园里面转一转。至此，我们的布达拉宫之行就结束了。后面我们还去了山脚下的小商铺街以及老奶奶的酸奶摊儿。记得6年前我们来这里的时候，老奶奶就在卖酸奶。6年过去了，物是人未非，真是挺感慨的。下一集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去达赖的夏宫、拉萨的颐和园、罗布林卡里面探究一番，看看这个传说中的藏式园林是怎么样的。感兴趣的朋友还请多多点赞、关注、订阅支持我们哦。我们还没走。好，谢谢。